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侠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批猎奇有点抽象的小东西，就是由孩之宝官方推出的正宗变形金刚系列产品波波军团波波机器人系列。在这之前，大杨老师只是对这些东西略有一点耳闻，从来没买过。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还是非常感谢群友赛博坦后宫王。对的，没错，他真的叫赛博坦后宫王，不信你们加群自己看啊。赛博坦后宫王提供的素材支持，10分甚至9分的感谢兄弟，非常感谢。就这一堆小东西还挺稀罕的，他从海外弄过来的，差不多值200甚至300美金。你没听错，200甚至300刀，贵的要死。就光这个中间这坨便便，它甚至是个试模，它的通贩版本就是发售的版本不是这个试模版本在海外目前的售价是110美金，谁鬼晓得这个逼试模到底卖多少钱？反正波波军团也已经完结了，死掉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续作了。反正他死了之后，我才了解到还有这么奇葩的玩意。那这条产品线呢，你可以理解为设计师浓郁的恶意。那真人电影线有真实工具系列、真实道具系列。那波波军团我大概看了一下，给我的感觉就是不那么真实的道具系列，蛮奇葩的。那咱们一个一个开始介绍还是非常感谢这个后宫王提供的一些设定这的帮助，因为确实不了解，大概就每一个角色都得慢慢查这个什么意思，充满了美式恶趣味。就比如说第一盆这个盆栽做的挺好看的，小小的一棵树，然后一个花盆，就这么玩意儿。它叫什么名字呢？叫 Thinkosaurus Rex 臭龙之王 Think 恶臭龙之王的官方翻译可以叫它恶臭霸王龙或者臭臭霸王龙，可爱一点这是一盆盆栽。它的设定呢也很奇葩，我们先变形它的变形非常简单，或者说波波军团就是那种，我类比的话就类比成官方那个迷你金刚的那种效果吧，但是材质特别好，很软，几乎都是软胶这哥几个都是软胶，除了怕刀劈火烧之外，别的应该都不怎么害怕了。变成一条龙，当然我是一点没看出来这个玩意儿像霸王龙。这个小草呢就恰到好处的变成那个小尾巴，这个刻画还行。它的这个官方设定呢是就是带着臭味的一头恐龙霸王龙，但是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它哪里像霸王龙。它负责厕所的警戒对的，没错，负责厕所的警戒，干嘛呢？就是我相信00后的兄弟们可能听说过，或者小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过，就有的人家里可能父母比较迷信，长辈比较信那个东西，他放点花什么的放到厕所里，说这个花能吸收厕所里的臭味，就洋人也好这一口。这个臭臭霸王龙就是干那个的。他一方面的设定是负责厕所警戒，一方面就吸收臭味，那结果呢就非常可惜，他真的吸收了臭味，所以它是臭的，就大家挺讨厌这个玩意的因为它很臭。就这么个小东西能变成一盆花，那挺好玩的。把它放在第一个是我觉得这是这几个里面最好玩的，几乎是一键变形，变出来还挺有意思的一头绿色盆栽龙。那接下来下一位呢叫什么？叫 Camera the Man。 它是一个相机账机，其实我最早把它当做军用电台一类的东西，我愿意称之为相机哥，靠谱的相机哥。但其实官方设定这个玩意儿它不是那么靠谱，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谐星角色。这玩意儿真的是照相机吗？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家人们，你能看出来这是照相机吗？倒是有一个手提握把，我还以为是那种军用电台一类的玩意儿，依旧非常扎实的材质。那它的变形呢也非常简单这个角色的设定在这里也挺有意思就是设定里面说这个角色经常分不清东西南北，就他的头雕会找错方向。那鉴于这个玩具本身就是那种，你看我现在就是变反了，因为最后一步要把这个脑袋转过去，你会发现不管转不转过去，就这个角色都可以，都无所谓，那就是这么个东西。可动性呢几乎没有，反正就一键变形。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眼睛配一个小眼睛，这个相机哥甚至还算是可动好一点的，至少脑袋能转圈，就这么个玩意儿，材质挺好的。准确来说，这一条线材质都挺好的。下一位是谁呢？Treat Elite， 就这个玩意儿 ，Treat Elite， 高级零食，上流小甜点。但是吹起来那个词甚至有盛宴的意思，甜点盛宴管的呢。就是听起来这么高大上是吧？实际就是一包类似薯片的东西。我专门去查阅了一下资料，这是一种洋人小零食，你可以称之为白人饭，因为它真的可以拿来代餐。
椒盐巧克力卷饼，听起来可能会很离谱，以为是什么啊？椒盐巧克力卷饼其实是椒盐饼干，就是这个圆圆的，是油炸出来的饼干圈，它是椒盐口味的咸口，然后外面裹了一层巧克力酱，齁甜的猎奇食物。我搜了一下，很多人挺讨厌这个玩意儿，因为口味非常猎奇。哎呀我操！所以说这东西拿来做什么上流零食、高级零食，其实蛮有讽刺意味的。哎呀，我们上流人吃的这种零食，你们底层人理解不了。那这个角色呢，也是一样的意思啊。我觉得我是超级精英，你们都是勾巴，臭底层的啊！你也配吃我们椒盐巧克力卷饼啊？说话说话！我想想那个段子叫什么来着？吹牛逼的，你尝过吧？这叫椒盐巧克力卷饼，吹牛逼，吹牛逼你也吃不起，这是实力，就这么个玩意儿。那它的变形呢，非常简单。等一下，有点不好抠。这里提一嘴，这个波波军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整体是软胶材质，就导致这个小东西身上的这些涂装实际比较脆弱，尤其是脚底板上的那些涂装，很容易因为你去抠，然后把它抠掉。再结合这帮小逼崽，这东西真的好鸡巴贵，你就甚至这里边个别的东西单独拎出来一个都够买一个低级甚至危级玩具的价格了，就很逆天，好吧，很逆天，最后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看这个自信的脸，这种漫画风格还挺有意思的。不过在这里说一下，这波波军团的玩具跟动画片里的形象出处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我会把这个角色设定图贴到这个视频里面，我等一下后期会贴一下。反正就图一乐吧，图一乐的小东西，上流零食，但其实只是一包普通的椒盐巧克力卷饼。下一位是谁呢？逼逼赖赖啊，逼逼赖赖吸尘器，这个其实翻译非常信达雅，就 Windbag 废话吸尘器。你可以就是这个角色我应该怎么形容呢？就好比哥们几个在聊天说话，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就跟那个比昂的吸尘器开起来一样，就呜，很吵很烦人的吸尘器啊，这么理解就行了，非常信达雅的设定。那它也其实就真的只是一个吸尘器。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正常变形的话，它是放不下来的，这么变它是放不直的，非常贴合吸尘器的这种你一个人推嘛，美式吸尘器，哎，造型还挺抽象的啊，就这么个玩意儿。那它的变形呢也挺搞笑的啊，或者也不说搞笑吧，挺猎奇的啊。就这样，腿一拽啊，嘚儿就变完了。废话吸尘器，但是这个角色并没有嘴，甚至是个独眼，就这么玩意儿。哎，好，立在这里，看起来挺奇葩的。废话吸尘器，逼逼赖赖吸尘器。那接下来重量级啊，重量级，正儿八经的重量级，一坨屎，一坨自由的大便。它这个英文名怎么读来的 ？Rose Dance， 自由的一坨大便，靠，好他妈的信达雅的设定，操，就是一坨屎。那人如其名，就是一坨屎，区别就是它很自由，这个自由就比较搞笑了啊。因为这个角色的设定，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他负责就是这个角色的，他是有不是我该怎么形容？就是波波军团的这些东西，每一批人啊，就比如说吸尘器。还有叫什么玩意儿，就家用电器啊，吃的喝的文具什么的，各自是一个派系啊，就跟那个博派狂派一样的。这个大便所在的派系呢，是负责打扫卫生的派系，就真的要让一坨屎去打扫卫生了。我是收到这个角色设定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妈的，他们真的让一坨屎去打扫厕所的卫生，让一坨自由的屎在厕所里翻云覆雨。然后这个角色的变形呢，也挺怪异的，就是两坨屎张开，这个大便的尖尖就变成了头顶上的帽子，然后这个小脑袋就藏在这个下面，但是确实因为设计原因啊，这脑袋的脸呢，就小人的脸就显得不是那么明显，一个便便，这是波波军团的角色，就大伙儿都充满了那种美式双关词的恶趣味的那种东西。我操，他的这个官方设定啊，看一下他这个官方设定说的是什么？他甚至还是 soldier， 是一个军官。What the fuck？ soldier 大便军官，然后 remember to
2号指挥2把手副官，然后他这个官方说不是官方啊，这个百科上面说是 remember to 也是个双关语，副官和2把手拉大便啊，我操，大号指挥官，操，听起来很诡异。最后想到了吉志祥的祥，飞翔大便也是个双关，操，对个焦，就这么个玩意儿，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一坨屎，鸡巴毛110刀给你，我是真理解不了，太他妈猎奇了。如果你对这坨大便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官网搜一下，这剩下的东西我感觉没必要读，就他妈的这个角色，就官方那一堆东西，我这看下来我看明白了，这个角色的设定充满了美式屎尿屁笑话，太抽象了，太抽象了。下一位操逼曹包包哥，这个机翻是不是不太对劲？但是机翻不对劲，他这个词我也不对，我也理解不了，叫 Toast Mago Taste， 不知道啥意思。然后官方的这个翻译叫曹包包哥，曹包，哇，这儿都有曹包。他说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一个很新潮的包，但是恕我直言，大家老师第一眼还以为他是那种行李箱工具包，就这个角色真的很潮吗？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那在我阅读官方的角色资料之后，我释怀了，因为这个角色的名字和内容就完完全全就是讽刺那种潮流文化的。哎呀，我是一个很新潮的包啊，这个新潮已经潮到大家根本理解不了，就是为什么新潮。我看起来它像一个公文包，就像那种就是那种工具箱一类的那种物品啊，把手是吧？挺像的那种电影里面出现那种挎包。那可能观众朋友有点理解不了这种感觉。我这么形容，就你看那种这种时尚展会啊走 T 台，哎呀那种潮流舞会什么的，那个女的模特手里面拎了个黄色塑料袋的一种感觉，他们说这东西是潮，老百姓觉得是猎奇，就完全脱离群众的那种审美。这个角色就是那种感觉，材质挺扎实的，最后变得就是这么一个行李箱。怎么说呢？跟这个角色的形象出处很大。哇，我们孩之宝做波波军团都能做的跟电影线玩具一样的设定，电影里的造型跟玩具八竿子打不着这一块的，还真就是企业文化。下一位，这个角色灾厄钢琴家，灾厄钢琴琴键 Calamity Case， 灾厄，我应该没读错 Calamity Case Calamity 灾难灾厄钢琴家。我光听名字会觉得这个角色是那种怎么说呢，恐怖片里的那种诅咒物件，然后这个设定就比较搞笑了。Calamity Jane 官方的设定里，他致敬的是一个西部牛仔的角色，灾难简一个人名，致敬的是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的设定很好玩，当我以为他是个狠人的时候，毕竟他变成一个很帅的复古的老式钢琴。然后他的设定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钢琴家，演奏音乐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结合语境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他说的意思是那种，你看那些西部电影里面，或者是那种战斗片，就武打片里面，大伙儿打的热火朝天的，背景音乐是谁在演奏呢？没错，就是他，他就是那个一直在那里打架，大伙儿在打架，他在背景里演奏音乐的那位音乐家，也挺抽象的这么个玩意儿。大伙儿打，我那里接着奏乐，接着舞，就两军对战不斩乐使那种感觉。下一位，甜蜜吐息，它甚至是条龙，但我没看出来它哪里像龙，或者说我拿到这个玩意儿的第一时间，我以为它是个冰激凌，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没有棒？对啊，你这个冰糕为什么没有棒呢？它叫 Sugar Breath， 甜蜜吐息，字如其名，喷吐甜味的一头怪兽，这是官方的设定，喷吐甜味的龙。然后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大家老师非常的敬业，说是非常的敬业。它是美国万圣节的一个古老的零食，从墨西哥那边就传过来的，叫玉米糖。这个玉米糖果跟我们就中国老百姓天天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吃的那种玉米形状的糖还不太一样，就我们吃的那个是玉米味的糖，软糖，他们吃的呢是玉米糖浆做的糖果。就这个东西本身就只是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很简单的
我说一个词，你们一下就能理解，喜糖就那种东西，就很普通的，就是玉米糖做的糖果。然后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配色，它是色素和玉米糖混成3种颜色之后压出来的这个造型，压成一个尖尖的这个玩意，最后它变成一条这个龙。我是没看出来，反正你们搜一下那个，我直接贴到视频里吧，就你们搜一下那个美国玉米糖就知道啊，万圣节玉米糖就知道，靠，它真的就是长那个样子，一模一样。那最后变成了一条这个眼睛罩的这个东西甚至是个翅膀啊，变成一条飞龙。孩子们，我是龙，我真的是龙，看得出来这是龙吗？我反正没看出来，就这么个猎奇小玩意，喷吐甜蜜气息的小恐龙，操，抽象的很。最后还剩下这2位啊，这2位我们先介绍这一位重量级嘉宾。古有黑胡子海盗，人家叫 Saltzbad 泡泡海盗。我最早还以为它是个宝箱，因为你看吧兄弟，这像不像是个宝箱吧？然后还纳闷这个玩意儿是干嘛的。等我搜完角色设定才知道，哦，它是这样放的，放到水头台子上，你按一下，就你们去超市里面见的那种，按一下喷一点白色的，是吧？白浆，按一下喷一点白浆，自己搓搓手，洗手液，是这么个玩意。然后这角色设定也就是这个样子。哎，我是一个海盗，我是泡泡胡子海盗，别的海盗呢都是统御四海，是吧？海上霸主。因为我是泡泡海盗，我的这统治范围呢就只有洗手台的1亩3分地这一块的，所以也是个谐星角色。然后这个角色的面雕我非常喜欢，非常可爱。说是可爱，看起来有点怪，就是瞎了一只眼的独眼海盗，令人畏惧的海盗。我看官方设定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在模仿黑胡子海盗，他是浴室中最令人畏惧的海盗，但他的航海范围只有洗手池周围。操，充满了恶趣味。最后一位呢，就是一个铅笔啊，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铅笔，一支铅笔。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我查一下啊，这小逼崽的名字叫什么？哎，就是这哥们儿，你叫什么名字？等一下，搜一下，他叫 Dext 德克斯特，靠谱的德克斯特，一支铅笔。看起来造型还非常像大杨老师小学的时候用的那种笔。然后这个粉色的东西，就是这个没上齐的粉色涂装啊，设定上是橡皮擦。牛逼兄弟，我是真没看出来哪里像橡皮擦，只剩一点的这个铅笔头，就这么个角色。他还拥有这一批玩具里最帅最酷的脑袋。我操兄弟，这他妈看起来太帅了，就这么玩意儿。角色设定的话，就人如其名，一支靠谱的铅笔，非常靠谱的角色。哎，他这个脚怎么变啊？这脚应该可以变形吧 ？What the fuck？ 看一下兄弟们，这个脚怎么变？啊，哦，好，转下来了，长这么玩意儿，还挺帅啊，兄弟！你还别说，这玩意儿长得像那种《植物大战僵尸》里的某位植物，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了。我操，他甚至是这一批里长得最拟人的那一个，还挺好看的。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是吧？这一堆抽象小东西就介绍完了。波波军团又贵又抽象啊，他甚至还完结了，就这么一堆小玩意儿，非常新奇的体验啊，非常非常新奇。尤其是在我了解完每个角色的设定之后，就觉得他妈的设计师可大了，真就是设计师可大了。我要看看他这个脑子里怎么想出来这种奇葩玩意儿。尤其是在我得知波波军团的角色简直多如牛毛的时候，我更加深了那种刻板印象。他们是怎么做到羊西皮编了几十上百个这么一堆抽象的小玩意的？好吧，那 OK 兄弟们，如果你对这些波波军团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在二手平台上看一看，因为确实种类很多，可以买来当那种小摆件一样的东西，材质还蛮好的。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